DePIN 这个词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了吧？它现在可是加密货币里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热门领域之一。它的全称是去中心化实体基础设施网络 DePIN。到目前为止，整个 DePIN 领域在加密货币市场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178亿美元，而且还在飞速增长。不过，即便是在这个热火的市场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非常不错的投资机会。今天呢，我就是要和你们聊聊3个 DePIN 相关的山寨币项目，这些项目绝对值得你关注。为了让话题更丰富，我会分别介绍一个大市值的、中市值和小市值的项目，看看他们的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潜力。这期视频呢是由 Bybit 所赞助的，那只要你还没有注册过 Bybit， 今天呢只要你点击我的链接注册，就可以获得15 USDT 的奖励了。那方法就是去到福利中心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奖励了。那处理时间是需要大概2个星期。那如果你是中国的用户，也是可以参与这个活动的。所以赶紧点击我的链接注册吧。好，我们先从我们的名单中的大市值项目开始。那这个项目呢，是 DePIN 领域中最大市值的项目之一，那就是 Render。Render 是一个完全分布式的 GPU 计算能力网络，主要用途是让 AI 程序利用这些计算能力来渲染图像。AI 技术持续在发展，而你可能已经听说过类似 Midjourney 这样的名字，而 Render 其实和它非常相似，不同之处是在于 Midjourney， 而 Render 的理念是通过网络来整合大家闲置的 GPU 计算能力，供 AI 使用。AI 程序需要大量的 GPU 计算能力，这也是为什么 NVIDIA 的股票在过去的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内暴涨的原因之一。NVIDIA 生产 GPU 芯片，而所有的 AI 程序，无论是像 ChatGPT 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 还是图像渲染程序，都离不开这些 GPU。Render 允许你轻松的把自己多余的计算能力贡献到网络中，并通过获得 Render 代币作为奖励来赚钱。顺便提一下， Render 最近进行了一个重塑品牌的过程，从原来的 RNDR 改成了 Render。不过项目的核心部分保持不变， Render 选择迁移到 Solana 网络，因为 Solana 的速度更快，费用更低。这个重塑更像是对代币的重新发行，从以太坊的代币变成了 Solana 的 SPL 代币。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利用 Solana 的网络优势，而不是做到太激烈的改变。即便以太坊的 gas 费现在比以前还低， Render 的迁移依然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 Render 的代币在过去的3个月里下跌了大约 30%， 但在最近的1个星期已经回到了持平的状态。这其实已经比很多其他加密货币表现得来的更好了，尤其是除了比特币、Solana 和一些特定的meme币之外的大多数项目，在市场困难时期，它依然展现出了一些韧性。如果你是长期持有者，不妨从长远来看，过去12个月里 Render 的涨幅接近230%。我们对这个项目其实非常看好，它唯一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因素是，虽然它的总供应量是 5.32 亿，属于可管制范围，但它的最大供应量其实是无限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团队在供应管理方面还是非常负责任的，我们也期待他们继续保持这样的做法。那我们会密切关注，并且确保他们会这样做。排在我们的名单第2位的中市值山寨币就是 Origin Trail， 代码是 TRAC。Origin Trail 是一个保障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去中心化 AI 和去中心化的真相验证。所谓这些真相，指的就是信息的验证。供应链和制造业已经在使用这个技术来进行像铁路安全这样的验证工作了，比如确保货物的运送安全。而这种验证或者是真相证明，很有可能成为区块链最大的实际应用场景之一，特别是在这个 AI 和深度伪造 Deepfake 技术日益发展的世界里，供应链不仅是为了透明度，也是为了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已经开始使用这项技术了。举个例子，供应链可以利用这项技术，确保香槟的产地是来自于法国香槟地区，这样才会被合法化，成为香槟。制造商也因此能够比普通的起泡酒收取更高的价格。这只是一个例子。英国海关和瑞士联邦铁路已经在使用这个去中心化的知识图谱，来确保他们的流程高效、透明
和可靠。目前 Origin Trail 正在处于中试值阶段，他们的路线图相当有野心，包含了解决大型语言模型 LLM 幻觉的问题，还计划提供多链解决方案，尤其是在 EVM 环境中。此外，还包括专门的质押机制等多个目标。Origin Trail 的原生代币 TRAC 目前的市值是略低为26亿美元，在过去的3个月里，TRAC 代币下跌了大约30%，在过去的30天里也下降了大约1.5%。鉴于最近的市场波动和快速回调，这样的表现其实还算可以。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Render 一样，如果你从长远来看，过去的12个月中，TRAC 的投资回报率大约是在131%。那 TRAC 目前有88%的代币正在流通中，大约4123万个代币的总供应量是为5亿个。相比很多底拼的项目 ，Origin Trail 的代币经济学表现相当不错。那最后到我们的名单的第3个项目 Limo。那 Limo 是一个小市值的底拼项目。Limo 想要成为智能汽车应用领域的领导者。它是一个开放协议，允许任何的开发者为任何的车型开发应用，并且这些应用可以兼容汽车现有的硬件和软件。那 Limo 一个关键优势就是安全性，这也是它充分利用 DePIN 特性和区块链技术的地方。众所周知，汽车应用的安全性往往令人担忧，而车企对我们的数据态度也相当的随意，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去销售，而不会太在意用户的隐私。而 Limo 则恰恰相反，它让你可以完全操控和货币化你的汽车数据，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这些数据，而且它兼容2008年以后生产的所有车型。Limo 的一个亮点功能就是提供汽车健康检测，通过这个功能，你可以在汽车出现重大故障之前进行小范围的预防维护，而从而节省了数百美元的修理费用。除此以外呢， Limo 还可以为你评估你的汽车价值，例如如果你有打算要更换汽车，某些 Limo 上的应用还可以帮助你降低保险费用，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功能。想想看，既然智能汽车无论如何都是会收取你的数据的，那为什么不要通过 Limo 来让这些数据为你服务呢？并且掌控在你的手里，这正是 Limo 的核心理念。Limo 代币代表你可以通过汽车数据赚取所有奖励。Limo 的市值目前仅有3770万美元。流通供应量是为 2.36 亿个代币，最大供应量是为10亿个代币，这确实有点低。不过放眼过去的12个月，Limo 的价格涨幅为 66%， 虽然在最近的几个月和大部分加密货币一样，Limo 价格有所下跌，但是在过去的30天里 ，Limo 的价格已经显示出了回升的趋势。总的来说， Limo 把汽车制造商这样一个集中的数据提供者转化为去中心化网络的一部分，通过全球节点分布，让最终的掌控权掌握在用户的手中，这就是 Limo 的全部理念。